嗨，大家好，我是蕾蕾老师。对孩子来说啊，画画就是他的一场游戏。孩子借由颜料、画笔，还有一些媒材啊，以游戏的方式，以舒压的方式来表现出他内在的世界。所以，爸爸妈妈、老师我们应该呢，把孩子的画画当成孩子的成长记录。再来谈谈吧，爸爸妈妈、老师为什么看不懂孩子的画呢？追根究底啊，就是不了解孩子每一个阶段的心智成长的需要。那对于每个孩子的心智成长啊，我们用什么方式呢，能很快的去理解呢？能会意呢？我想到啊，如果我们用宝宝成长的状况啊，大家一下子就能理解很多事情啊，是一个阶段一个状况，绝对啊不能揠苗助长。宝宝第1个月的时候呢，几乎都在睡觉啊；第2个月的时候呢，他会有点哭闹；第3个月的时候，哇，那慢慢的他会抬头啦；第4个月就会翻身啦；第5个月，会咬东西哦，要长牙咯。慢慢的，等到周岁以后，我们的宝宝啊，已经会走路，而且会简单的只会叫爸爸妈妈哦。从宝宝的成长啊，我们很清楚，原来每一个阶段的孩子成长都有他的特有的重心，还有需要辅助的特点。儿童画的心智成长状态大体是这样：2岁到4岁的孩子叫做涂鸦期阶段，这时候我们的教学重心应该要放在互动、探索，让孩子习惯于探索，表示他能自主做自己，所以他能大胆的、放松的、没有约束的去表达自己的发现。这是主动思考最重要的元素，别忘了让他探索一切。这时候世界的美好，他才能放心的去享受它，去感受它。4岁到7岁的孩子已经到了图示期前阶段，哇，这个阶段孩子太精彩了！你的重心要跟他互动，肯定他所有的发现，肯定他所有一些感觉。这个阶段的孩子叫做黄金创造高峰期啊，他的造型是最富于弹性，最富于可塑性。所以当你完全的肯定他的时候，他才能大胆的做他自己。记得不要太多的束缚，只有在大胆肯定之下，相信自己最棒，那就对了。7岁到9岁已经到了图示期阶段，我们的教学重心呢，要放在互动跟提问。提问的目的呢，就是要让孩子养成思考力的习惯。要知道现在的环境，因为是属于短视频啊，一些媒体，所以呢，所有的讯息咻就过了，孩子已经养成不思考的毛病。提问的目的就是让孩子多思考，多思考以后才会产生自身的创造能量。别忘了，这个时候的孩子，他的行为啊，完全是老师要给予一些鼓励哦。当一个孩子会思考的时候，才能感受生活的一切美好。别忘了，教学时一定要多提问孩子，他的新鲜感、他的活力感才会出来。9岁到11岁以后，就叫理智萌芽期阶段。理智萌芽表示这个中年级的孩子呢，已经慢慢有自尊心，自己一些认为的独特看法。所以呢，教课程中一定要跟他互动以外，还要跟他讨论。讨论中呢，他才会觉得我们尊重他的想法。
当然，这个时候的孩子因为课业也多哦，这个社会性也比较多一点，所以没有像之前这个4岁到7岁的孩子这么活跃、这么单纯的什么黄金创造期。但是这时候讨论什么呢？讨论一些艺术家的生平啦，一些画面、一些风格啦的独特点这个时候才能唤醒他新的一些念头，这是最好的方法了。11岁到13岁已经到了推理阶段，也叫做凝视写实期阶段。孩子已经大了，他的个性呢已经慢慢明朗了。有些孩子是趋向于视觉型的创造，有些孩子是趋向于触觉型的创造。那如何去了解视觉型的孩子，也可以说比较重视于体积啦、比例啊，比如说像米开朗基罗那种有比例型的这种创作型。再来呢，至于触觉型孩子，就像米罗范国属于表现派，他对个人的情绪啦、情感或周遭的一些感受特别的深刻。老师的教法绝对是要不一样的分析，不一样的指导。所以这个年龄层要跟他互动，就是加上分析，互动分析，才能让孩子把自己的潜在的一些素质能力表露无遗再来要分析什么呢？多分一些历史文化的不同点，还有各个画家的创作的特色。我想这样子呢，孩子才能得到一些新的视觉、新的创造的方式。爸爸妈妈、老师，当我们已经了解孩子每一个阶段画画的心智成长以后，那到底我们让孩子学画画目的又是什么？学画画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表现一张好作品，也不是要让他去得奖，而是借由画画让孩子找出他生命的发光的点在哪里。等孩子了解自己的生命的光在哪里的时候，他的人生才会勇往直前。遇到挫折的时候，因为有了光的引导，他会不惧怕。这才是我们带孩子学画画的目的。我将儿童画简单分6个阶段，来让孩子寻找他自己的光。第一个阶段呢，就让他找寻自己，所以要探索嘛。第2个阶段呢，就是要发现自己的好，所以要肯定他。再来就是要认识自己。等他认识自己的时候，表示他会思考他的生活、他的人生。再来，他已经认识自己，又要看清自己，看清自己的优势，看清自己的长处。再来，都已经看清自己的时候，他就懂得自己。懂得自己的时候，他对他自己的人生的一些目标才有确定感。最后，最重要是，当一个孩子他会欣赏自己的时候，他生命才真正的有了光。各位朋友，美人鱼老师研究儿童美术教学已经有30多年了。今天用简单式的、用重点式的告诉大家，儿童画每一个心智成长的重心，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你对儿童心智有所疑惑的话，也欢迎你来跟我赖 ID Fish Teacher， 我们大家一起来互动 ，OK？